虽说心里1万个不乐意，但他们也都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，只要见到叶晨，做好出血的准备就行了，毕竟是破财免灾。于是大家纷纷应承，尤其汉克硬着头皮也挂着一脸微笑地说，叶先生说得对，哪有吃白食的说法，该给的钱一定得给。叶晨对他的态度非常满意，笑着说道，汉克，你进步很快啊。汉克讪笑道，谢谢叶先生夸赞。叶晨知道他感谢自己并非出自真心，而是迫于压力，想到这帮人被自己折磨和压榨的也够呛了，叶晨便打算打完了巴掌，顺手送个早吃，于是便对汉克说道，汉克，我看你还算识时务，以后你就是你在座这些人里的课代表，我送你一条免费的忠告，便当是课代表的奖励了。汉克连忙说道，叶先生您请说。叶晨道，回美国之后，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胰头，现在还没有任何症状，但已经开始向周边扩散了。不能吧？汉克摆摆手，微笑道，我3个月前刚做完全面体检，重点做了全身的癌症筛查，我的私人医生说我的身体影像还有肿瘤标志物一切正常。叶晨笑了笑，胰头这个部位是比较隐蔽的，而且发病的时候速度很快，3个月就足够他出问题了。我有一位叔叔当初就是胰腺癌，他应该比你还有钱，但依旧挡不住这个病，查一下吧，对你没坏处。汉克见叶晨表情严肃，心里也有些慌，叶晨其人到底有什么能耐，他到现在也琢磨不明白，但一句话让大家阳痿这种事情确实挺匪夷所思的，想来一定有超乎常人的能力。于是他赶紧恭恭敬敬地说，谢谢叶先生提醒，我回去就第一时间检查一下。叶晨点点头，自身体内的灵气乃是生命最为本源最为精纯的能量，他不仅天然具备治愈一切病症的能力，对各种病灶更是如雷达一般敏感，而且他最近这段时间实力也不断精进，对他来说根本不需要用灵气渡入汉克体内查探。汉克身体内的癌变病灶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张洁白 A4 纸上的一个突兀墨点，清晰可见。原本他也懒得关心这帮烂人的死活，但既然对方识时务，不妨就给他一点好处，也方便将来对这帮人的掌控。于是叶晨嘱咐他，检查完之后，我不建议你在美国治疗，下次来华夏可以找我，我可以帮你根治。汉克听得五迷三道，一边觉得叶晨说话有些耸人听闻，一边又觉得心里莫名慌得要死。不过他心里也知道，事关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宁可信其有，也不可信其无。于是他立刻站起身来，向叶晨微微鞠躬，恭敬地说，谢谢叶先生。说完，他有些忐忑地说，叶先生，您这2天要是没什么其他吩咐，我打算今天晚上回去，您看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叶晨点点头，回去准备一下资金，过几天再回来。好。汉克松了口气，赶紧掏出手机给自己的助理发去信息，让私人飞机做好起飞准备，今天晚上连夜赶回美国。叶晨站起身来，对众人说道，你们也都一起回去吧，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安排，只要1周之内返回金陵就行。说完又指了指马特·芬克尔斯坦，马特，这些人都由你来对接，1周之内如果谁没回来，你第一时间向史蒂夫汇报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立刻站起身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，叶先生放心，我会盯紧他们的。叶晨点点头，又对塔瓦纳说道，斯维特小姐明天好好休息，好好应对接下来的2场演唱会。塔瓦纳忙问，叶先生，方便请您和叶太太吃顿饭吗？叶晨摆摆手，算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吃饭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说。塔瓦纳有些失望，不过还是恭敬地点点头，好的，叶先生。叶晨又对史蒂夫说，史蒂夫，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辛苦你了。史蒂夫立刻说道，叶先生您太客气了，
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我长期在金陵，咱们一定要多多交流感情啊。叶晨笑笑，常联系就好。说罢，看了看时间，便道：诸位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撤，下次再见。当晚，一架私人飞机连夜从金陵起飞，前往美国。汉克在飞机上就约好了自己的私人医生，不过他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费家那么强大的实力，没有自己的私人全科医院，只能通过私人医生帮他预约美国顶尖医院的检查资源。虽然没有自己的医院，但基于他支付了近100倍于市场价的费用，顶尖医院立刻就为他协调好了检查资源，在他还没落地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等他的飞机在纽约落地时，已经是当地时间的深夜。因为支付了数百万美金的检查费用，医院所有检查相关的医生都在岗位严阵以待，等着汉克抵达之后第一时间给他检查身体。汉克3个月前也是在这家医院做的检查，他和其他亿万富翁差不多，都是每半年体检一次，选择医院的超级 VIP 通道。检查当天，所有检查科室都会抽出专门的时间段只为他一人服务。他会在医院的安排下提前住到医院的顶级病房，这样就省去了早起奔赴医院的麻烦。对他这样的富豪来说，前一天晚上抵达医院，换上检查专用的病号服，在医院的豪华房间里睡上一觉，第二天睁开眼，医生护士就来他的病房为他做检查了。不过这次他没有耐心等天亮再做检查，一落地就直接乘车去了医院。他的私人医生见到他，有些诧异地问道：先生，您3个月前的体检指标一切正常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又要做检查？汉克脱口道：再帮我做一个系统的癌症筛查，尤其是胰腺，有人说我胰头有问题。医生说，这可能有点信口开河了。上次检查我重点关注过您的胰腺，确实没有任何问题。汉克一挥手，别说3个月前的事了，3个月足够发生很多事。你知道这3个月，哦不对，你知道我这3天经历了什么吗？说出来他妈的上帝都不信。说完，他立刻斩钉截铁地命令道：抓紧检查，1分钟都不要耽误。